Hello，大家好，我是 DP。一直以来，我们都受到了 AI 降智的困扰，然后有很多的方法是用来测试 AI 在此时此刻有没有降智的，所以我决定我们开一个新的主题来讲如何测试 AI 是否降智。今天我们先来看很有名的一个测试方法，叫鹈鹕测试。我提供了两张图片，先来说一下这个测试的方法的意义是什么。它就是提供一个提示词，让 AI 画一个鹈鹕骑自行车的图片，通过最终成图的效果来判断 AI 是否降智。然后在我们深入的测试中，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它会降得非常的离谱。我给你看的这两张展示的图片，目前来说还是中规中矩。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在你的工作环境中，AI 是你的团队里的一个成员，你让他来画这么一张图，如果他画的还算中规中矩，那就代表他的智力正常，你就可以让他工作；如果他画的非常的离谱，那就代表他的智力不正常，今天你就不能用它。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准备环节，首先使用的是 Cursor 作为 RDE， 项目是一个完全空文件夹，没有任何的提示词注入，完全都是空的。我们的目的就是零依赖，让模型100%的自由去发挥。然后我们这次使用的模型是 Grok 4.5， 思考模式是 High。然后我们会使用3种不同的场景，这3种场景都是官方直连，但是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跑过预测试。然后最后一点的内容说明就是，如果你需要找到这期视频关联的内容，你可以打开 dprt.lab00.com 搜索 Grok， 找到这期视频的文章。打开以后，你需要知道，在视频录制完以后，我会把所有的内容更新到这个文章里，需要什么你就来找什么。目前这里面有的是测试的这个问题。好的，我们下面来开始测试。首先，我们把题目复制下来，然后打开我们的 Cursor。什么都不用管，直接把题目喂给他。现在我开启的是第1号通道，让他开始执行，全程我不加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执行的效率，就是时间情况。然后我们这边说一下，我们准备了3个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存放不同的测试结果，因为我们每一次测试都会保证项目是空的，所以我把它做成这个样子。结束以后，我就会把它们拖进来。这边它会自动的去进行，可能会需要的久一点。好的，他已经完成了思考，开始写文件了。好，给了最后的输出完成，这就是第1次测试。我们把第1次测试的这个后面加上1，然后我们尝试运行一下。好，这就是第1次测试的结果，有看到吗？头、腿有一点错位，但整体鹈鹕骑自行车这个效果是有的。好的，我们把它拖出来，拖到 T1 里面，然后我们删除来进行第2次测试。这时候我们把对话也删除掉，包括历史对话也进行归档。OK，现在全部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切换到了通道2，我们来进行第2次测试。相同的流程，启动。我再次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在过程中不做任何的加速。它有的时候思考会比较久，因为我想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体验，就是一次鹈鹕骑自行车的 SVG 测试，它大概需要多久，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流程和时间对应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应该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 AI 进行测试，每一次结果都是不可预期的，所以我不确定我最后是否能重现我就是在视频之前测试的那个效果给大家，但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像现在这样，他思考的时间比较长，那就代表他的工作结果一般会比较好，一般啊。好的，他开始写文件了，给出了结果。我们来重命名一下2号，然后把这个2号给它运行一下。其实2号也还中规中矩，有觉得吗？好，我们继续我们的测试，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总结。2号拖进来，然后把2号删除掉。对话归档。OK，我们现在来做第3组测试，还是干净的开始，相同的问题，开始执行。好的，大家仔细看，3号测试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输出，它就直接生成了相关的文件，并且是直接生成了一个 index 相关的文件，连鹈鹕自行车的命名都没有。你给它改一个名字，然后我们来看看3号的运行情况。好吧，这就是3号。现在这样看，是不是觉得1和2还可以一点？好，我们先把它拖出来。OK，接下来我们把这3个文件都打开，然后来看一下对比，这样会直观一点。我先把它们拖开，这样看的话就一目了然。虽然都是有一只鸟在骑车，然后车轱辘都在动，但是我们明显能看出2是最优秀的，1也还凑合，虽然有一定的错位，但是3就是完全不能用的那种程度。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如果出现了2和1的这种结果，代表此时此刻这个模型是可以用的。如果出现了3这种情况，那么就是降质很明显的一种情况。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吗？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个点是，在我的实际测试中，2和3的情况就是基础参数是几乎一致的，但是出现了这种错误，也就是说，模型降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并不会说你用相同的 IP、相同的测试场景就可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期视频的原因。鹈鹕测试有它实际存在的价值。OK，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这期视频我们用的是单一模型 Grok 4.5，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拉出一条基线，大概2、1、3这么一个顺序，其中3出现了降质，2和1是一个可用的状态。对，你没有看错，即使这种错位出现，但是它只要几乎图上的内容是准确的，就代表它是一个可用的状态，而不是说一定要在非常完美的情况下它才是可用。因为 AI 在运行的时候会动态的去分配算力和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这种差不多能用的场景就是一种可用的状态。然后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单模型的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如果跨模型的情况下，你就需要进行多次测试来拉出新的基线来做判断。好的，这就是这一期我们用鹈鹕骑自行车测试来演示在生产环境中如何确定在单位时间内这个模型是否降质、是否可用的视频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TP，我们正在录制更多的 AR 降质测试相关的视频，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谢谢。